我国的朝鲜族和韩国人有什么关系？究竟谁才是朝鲜族的起源？其实韩国人的主体韩民族与中国朝鲜族属于同根同源，都源于半岛南方的三韩。随着时间的推移，半岛南部的三韩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了后来的新罗、百济、高句丽等国家。所以说起来，朝鲜族与韩国的关系就是两者都起源于朝鲜半岛，有着同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一开始属于朝鲜半岛，后来才陆续迁入并且定居在东北的朝鲜族，就成为中国跨境民族之一。提到跨境，就能知道这一趟的迁徙过程是漫长且艰苦的。毕竟，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谁都不想拖家带口背井离乡。300年前，河北省青龙县和辽宁省盖县定居了一个朴姓朝鲜族群体。朝鲜族大量迁入我国是在19世纪中叶，那时的朝鲜农民难以承受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加上1869年前后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于是朝鲜农民开始越过鸭绿江和图们江寻找生路。这是中国朝鲜族的主要来源，但那时与中国的汉族、满族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杂居的朝鲜农户，大多数都是春去秋来，并没有真正定居。直到19世纪末，清政府逐渐放松封禁政策，并实行招民开垦政策，还在图们江北岸划定了700里长、50里宽的土地，定为朝鲜族农民专垦区，以便引来大量朝鲜农民移入中国东北定居。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无法忍受帝国主义残酷压迫的朝鲜人大量迁入中国东北。1918年就已经达到36万多人。918事变后，日本大量农民迁移至东北，还强行要求朝鲜人也移居东北。所以在1937年至1940年，移民至中国东北各地的朝鲜农户又多了14725户。最后，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统计出居住在中国的朝鲜人已经高达216万。日本殖民时期移民的朝鲜人大部分跑到了中国东北，还有一部分则去了沙俄的边疆地区。在日本与沙俄焦灼之中，力量微弱的朝鲜族人为了自保，又有一部分人选择了沙俄统治下的远东地区。在沙俄对一代朝鲜族人保持开放及鼓励的政策下，居住在沙俄的朝鲜族人很快达到了10万人。随着2代朝鲜族出生，人数更是达到了20万左右。然而沙俄态度变了，还种族歧视并压迫剥削，因此居住在沙俄的朝鲜族人只能选择与苏联产生新的联系。可与此同时，被日本驯化的朝鲜半岛派出了大量被洗脑的朝鲜人混入这个刚建立新信任的群体之中。于是苏联与朝鲜人开始分裂，开始将部分朝鲜族人进行清算绞杀，剩下的20多万人则被遣送到了中亚地区。就这样艰苦的开拓摸爬，朝鲜族人在中亚繁衍到了第4代。而如今，由于残酷的历史，失去家乡、失去民族的朝鲜族人仍有35万定居于中亚，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至今也只能称自己为高丽人。随着日本投降后，部分朝鲜人再次回到朝鲜半岛，在几年的人口变动之下，最后在1954年进行人口普查时确定，朝鲜族人口为111.1万人。在这期间，随着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落实，作为中国最大的朝鲜族聚集区，吉林延边地区在1952年成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1958年，吉林省长白朝鲜自治县也有了自己的新存在形式。截止2010年，我国朝鲜族人口已经达到了183万多人，主要分布在东北3省，还有14.8万朝鲜族人分布在北京、山东，甚至黄河下游、珠江下游等沿海开放区，汇成了如今民族大繁荣的景象。中国的朝鲜族多达183万，如此庞大的人数在一些地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烙印。比如传统朝鲜族居住以火炕为中心，男性是盘腿而坐，女性则是双膝跪地，男主外女主内是最为普遍的意识形态和习俗。讲究父子关系是一切人伦关系的本源和基础，要父慈子孝，长子要赡养父母。总之主打一个传统又经典。在饮食方面，朝鲜族的基本饮食主要以稻谷类和蔬菜类为主，菜肴通常比较辣，但不油腻。朝鲜族做狗肉也是一绝，还爱腌或者拌风味小菜，喜欢烤肉，尤其喜欢烤牛肉。面食方面，尤其突出的是冷面和各种米面做的糕点，所以朝鲜族的美食无疑是引人向往的一大特色。
朝鲜族还非常注重丧礼，对于仪式中的安排郑重又虔诚。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如今更多的还是土葬。除此之外，朝鲜族还有民族特有的竞技游戏，例如摔跤、秋千以及跳板等，分别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群体之中流行，是一个仪式感很满的民族。而关于朝鲜族最为人所知的是朝鲜服，因为他们盘腿或者跪地的习惯，所以朝鲜服主要以宽松为主。自古喜欢白衣素服，以彰显他们自己喜爱清静朴素的心性，这也是朝鲜族会有白衣民族之称的原因。不过呢，随着人造纤维的传入以及穿衣观念的发展，朝鲜族不再是简单的白衣素服，而是更有质感、更多彩的服饰。朝鲜族女装分上下装，上装很短，直到胸部，所以下装是高腰长裙。2008年，朝鲜族服饰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让很多人慕名而去穿朝鲜服拍照，将朝鲜族的民族服饰风情传播得更广泛，文化也借着这股东风慢慢飘得更远。每天嗨科普，我是闪电哥，咱们下期见。